分享他的好，那才是真正的好。不然你口头上讲，我们整天可以用很多文字讲这个多好多好。那么用这种文字讲多好多好的，多数是什么呢？广告。对，商业广告才会这样嘛。做广告的人可能他帮那个公司做广告的时候，那从来没有用过他的东西啊。你来叫我做广告，我就写几个句子，然后给你用。所以那种广告词，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看到商业的一些广告呢，我们看了真的那么厉害吗？真的那么好吗？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它有信心，对不对？现在更频繁哦，那个视频太多太多了，都是告诉你有多好多好的。所有的东西好像，所有的那些他推销的药呢，就好像你吃一粒就是仙丹了，什么病都好了。结果呢，我们这种有时候我们叫做病急乱投医，知道吗？我们很多人病的时候一些慢性的病或者是一些比较急性的病一病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找这些广告，找了以后赶快买，希望说这一贴药下来就搞定了。结果呢，吃了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想想反正就这么一点钱，算了也不会去说什么不好，那我们也没有很少人去告那个广告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也是这么好，又再来，结果呢，每种药人家都说好，我们也觉得好，我们也去用，用到果然有一种你用了好了，那么你告诉人家好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有力量？我们有一些朋友介绍一些药给我们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没有这个病，他只是看到广告说，别人说很好，给你好。我们学佛的人告诉人家佛法好，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好像打广告一样，对不对？那所以那些人碰触一下，你教那些禅修的人，跟他说禅修多好碰触一下，他来了做2下子，不行腿痛到快晕倒了，然后跑掉了。那你告诉他好的时候呢，你也是腿痛到快要跑掉了。但是为了打广告嘛，就宣传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会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什么？我们觉得很平常，或者是甚至我们也觉得无伤大雅好像也是很正常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我们用所谓的供养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法供养的话呢，如果我觉得佛法好，那么我受用了，我就告诉你好。我告诉你好是有一部分是我的经验来的当然有一部分呢我们做不到的，经典告诉我们，我们信，对，我们在这个信里面呢，信仰里面有一种理解上的信仰虽然我没有完全做到很少人能够完全做到所谓的正信印证的那个证明的那个证，到了那个正信才出来讲，那就是佛跟菩萨了嘛读他们的经典呢，我们没有这么高度的信的，我们又半信半疑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读这么厉害我都做不到那你那些做不到的，你敢跟人家讲吗？有时候你也敢宣传为什么？抄一下经典嘛，跟人家讲，你看这个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佛怎么富贵？你看经典怎么讲？你真的知道吗？不是真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有时候呢，
有一种很诚恳的心理就一种信心，就知道说我学的东西好，虽然我还没有受用到这个好，但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这个受用。然后我现在所能够了解、所能够知道的就是那么多，那么我就愿意跟你分享。愿意跟你分享的一种心态呢，就是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自己呢受用了，虽然没有受用到那么深，但是觉得是值得跟你分享的。一方面可能你是朋友，另外一方面可能你是学生，或者是你是一个很亲近的人，或者是觉得不管谁得到这个东西都是好的，你愿意跟他们介绍，愿意跟他们分享。所以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在不管哪一方面的这个教学，我们可以教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可以教很多。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受用？有受用，你在讲的时候呢对方就可以比较容易感受到。没有受用的话，只要你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广告的方式来处理的话，你用一种诚恳的心，用一种供养的心，法供养的心，用一种分享的心，那就没有问题即使你讲的不是你完全做到的，但是你有一种信心，知道它的确是如此的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供养呢，当然是很好。然后你如果发现到说，我为了要告诉人家这个好，然后受用到他的好，所以我除了要跟别人分享以外，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本身也要去实践它所以供养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尤其是这个法供养，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么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应用的，或者是我们都在运作的，你也在做它。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有一种很好的心态，供养的这个心态，你做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不同。包括有时候我们告诉人家佛法呢，不是用佛像，不是用经典，不是用佛教的名词是用什么呢？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言论你对身边的人，有时候他没有那种信仰学佛的心理，但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佛法的好，你就要把佛法能够涌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去，那么让自己的生活成为所谓的佛化的生活比如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呢，你不会有那种说世间的那种斗争的心理然后要讲话一定要赢人家然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生气给你看然后我要你要跟我辩论，我就要打压你，这样子那么如果你把这种世俗的心态、世俗的心理应用在跟人家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就变成是一般了。然后你那个时候想跟人家分享一些，或者是你想传授一些知识或者是你认为很好的佛法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些人呢要接受你也很难的
因为呢，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看到你有佛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当然，所谓佛化生活方式，我们也要注意哦。有些人一讲到佛化的生活方式，每天要像佛一样坐在那边，然后讲话呢要从经典如是我闻，走路的时候要那种让人家远远一看到你的时候呢，本来想走这条路的，换路吧，他不敢跟你走，不敢，尽量不跟你碰面，对不对？远远看到你，他本来是这样，你过来，他本来是这样，走开了，不是这样的佛化，知道吗？那不是动不动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学佛的人会这样，动不动呢就拿佛法来怎么样，来诓人家，没有说这样，然后呢，看到你的一些行为，马上脸色摆得很严肃给你看，马上就要教训你了，看你做一点点事情比如说你们有些同学不小心，小朋友跑来跑去，踩到那边，杀生，杀生，哎呀，我们有一些人喜欢拿这个去怎么样去严格的要求别人。那如果人家说你也没有做好，我没有问题，我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境界。可是见山不是山的人呢，根本就不知山然后行为就很多怪异的就出来了。那么佛化生活呢，就是我们听闻了佛法，这个佛法呢，慢慢的涌入我们的心涌入我们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这个法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呢，其实慢慢呢就转化，开始我们说到是一种知识接受了、知道了，然后不断的提醒自己，最后慢慢发现到说，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观念了，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了，变成一种知见了。最后你修行，印证了佛法跟你整个生命融为一体了。那你行持、你的行为出来，你的语言出来，它就含有那个佛法的味道不用刻意，人家一听就知道。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禅师那些开悟的禅师，他们随口一讲，这个法就在里面了他们写一些言论有时候写一些诗，写一些词，这个佛法的内涵就在里面。可能他没有用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文字或者是名相，但是呢，就能够很自然的让人家读了以后就知道。我们告诉人家或者是提醒人家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有诚意的，然后你这个诚意呢，就是一种法，然后呢，就是要让他能够进步的看到你的这一份诚意因为我们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因为我们心的本性呢，它是空的，空它就一定不会被污染，不会被污染，当然它就本性是清净的。那么这样一种清净的心，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慢慢的就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本然性的这个运作。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做出来，没有办法像佛、像那些开悟的禅师能够直心的流露我们的心还是有点歪来歪去，可是那个歪的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飘直了那就是你在用功的过程中慢慢的切入了嘛，能够让这个心本然性的清净的功能
自然的流露出来那么你这样自然流露出来的，你不用加什么东西，所以对方如果他也是有诚意的话，他就可以感应到了。所以为什么那些学生开悟了，他来找老师，有时候他一句话，有时候一个字，有时候甚至走进来，老师就知道，因为他整个身心流露的就是清净的那个本然性的显现出来，对不对？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种语言，很自然的就这样子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这个老师他也有这个经验吗？或者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运作嘛？所以马上就感应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对待别人，别人可能还有很多杂然当然我们这样讲就有点说，哎呦，我很厉害，他不厉害这样我们假设众生太多了，假设但是呢，当我们还是比较用一种诚恳的心、直心的话呢，即使对方还没有那么容易感受，但是呢，这个一种感应力，它还是有在的。那如果你流露出来的都是那种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行布施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处处流露出一种说，哎呀，你们就是差的啦，就是要我这么厉害的人来帮助你们来教你们的啦，笨笨的都觉得对方笨笨的，什么都不懂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把你想跟人家分享的分享出去。当然可能更杂然的一种情况就是你根本就不想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呢，怕别人知道的比我多我教他我们华人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话？教会徒弟饿死老师傅，对不对？教会他了，他来赢过你了，把你的活计全部抢去了，哎呦，饿死你了。所以教功夫教一点点，教到7分8分够了，不能再教下去了。这个徒弟学了7、8分，他再教给他的徒弟7、8分里面的7、8分，他再教给他的徒弟7、8分里面的7、8分里面的7、8分，然后到最后呢，剩不到1、2分对不对？这样传不下去了。你有10分的话呢，你要教11分所以禅宗里面呢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的学生跟我这个老师一样好的话呢，哎呦，这个不够的你们一定要好过我才可以你们没有我这样好，当然就折了这个师父了，跟师父一样好呢，还减了一半的功德，必须要超过我，超过这个师父，你们才能够真正承担。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那些祖师大德他们的一种呈现。所以佛教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也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祖师们，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心态，那么愿意呢做这种法的供养，无私的，那么尽量的把所知道的都愿意去跟所有的人分享。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法呢传得更广更深。